火黄钻木，火儿亮，火黄钻木，火儿亮。暖了小床，暖衣裳，暖了小床，暖衣裳。伏羲画卦，变阴阳，伏羲画卦，变阴阳。梦里安稳，不慌张。梦里安稳，不慌张。轩辕挥剑，屏风浪。轩辕挥剑，屏风浪。护得人间岁月长。护得人间岁月长。大禹疏河通四方。大禹疏河通四方。水顺凉风，福满堂。水顺凉风，福满堂。神农尝草，寻安康。神农尝草，寻安康。百病不侵，睡得香。百病不侵，睡得香。宝宝乖乖闭眼睛，母亲伴我入梦乡。人族魔兵踏破苍穹，唯一能与天道对抗的，就是与之截然相悖的魔道。踏破天穹之事，人族已做了一遍，不介意做第二遍。大战过后，10万魔兵只剩下3623人，他们的魂魄受魔气侵蚀，已经失去了一切情绪和感知，只知遵循燧人兄的战斗指令，护卫人族。那燧人前辈他，天道判定他魔气深重，已经成为天地的隐患，于是剥夺了本属于他的天庭地位，欲将他禁锢。燧人兄不得不退守火云洞，一面修复战体，一面镇守人族气运，制衡天道。大禹前辈，要如何才能约束天道的力量？燧人兄就是对天道的反约束。吾等在洞中修行燧人兄的星火大道，就是为与天斗。若天再对人族举起屠刀，吾等就在大地上一跃而起。
人族国兵，万年见了，遂人神伤势如何？不劳挂心，燧仁兄托我前来向您问话。人皇虽离开俗世，却容不得人族被随意欺凌。不对，若燧仁前辈当真无恙，他定就亲自带着魔兵来。这样下去，如果道祖执意出手，再加上道祖的6位圣人弟子，局面将对人皇非常有利。天庭水神拜见道祖。小神奉玉帝王母之命，辅佐龙吉殿下，暂代天庭诸事。今日见有情国国主逆天续命，国运将尽，特来为有情国之人寻一场机缘。机缘何在？小神见此女颇有慧根，想与她腹中胎儿一道天命，让她与她的后人带领有情国移民，再立新国，定会比现在的有情国更为昌盛。天道不是想生商吗？若将有情国改建为商国，岂不是能变相保下有情国的人，保住人族的利益？人皇们也就不会再与天道起冲突。你可愿结下3道仙契？契1：新国任何国主若违反天命，便魂飞魄散。契2：新国须遵天庭，遵祖遵礼。契3：国不可养修士。天庭自会与尔庇护，如何？简狄谨遵先人旨意，今日得仙启，护佑我有情国一脉。简狄愿将父胎儿命名为契。商国始祖契，果然，一切都会按照天道之意进行。小神如此处置，不知是否合适？玄鸟孔宣将护兴国100年，尔等须以兴国图腾感其恩德。孔宣道友怎么了？道祖对他进行了修正。什么是修正？天道绝不允许任何事物违逆天命，一旦发现，就会让道祖进行修正，或动摇其意念，或将其一举抹杀。孔宣，带他们向东去。孔宣领旨。所以，是天道让道祖篡改了他们的思维，哪怕是有情国自愿升商也不够，必须得有玄鸟升商。天道就容不得封神大劫的剧本出现丝毫偏差吗？众将听令，收兵回火云洞。长庚，我曾问过你人与天争之事，争有成败，成则改天换地，败则沦为天道掌控洪荒的棋子。如今你应当明白了，人族所面对的是怎样强大的对手，无志不改，此战无休。人族若想强逆天意，除非拥有盘古那样超脱天道的力量，不然终究会被天道所禁锢。可即便是如今洪荒最强的道祖，也必须遵循天道意志行事。只靠力量，真的能胜天吗？长寿师兄，我与父母终会有再见之日，对吗？一定。
未来封神大劫开启，商国百姓必会卷入无端战火。我要想助人族避开劫难，往后势必要与天道博弈。我为棋子，亦可为执棋者。弟子修行至今，是否改变了什么？是。弟子如今是否在做某些判断时，已被天道影响？无需自疑，道有其中。也就是说，天道对生灵的影响程度是有限的。谢圣人点拨，弟子心安了。天庭重中之重，请记。什么叫重中之重？难道哪怕牺牲道门的实力，去快速填充天庭、完善天道，也在所不惜？师尊说，今日之后道门将有大劫，只是天机紊乱，师尊也无法窥到大劫的真相。从古至今，劫难来去，早已习惯了。小法师还未经历过大劫吧？一定要小心。大劫来临时，谁都不知道心底泛起的念头是否就是天道作祟，要拉自己入劫。天道为何要降下大劫？天地间的灵气是有限的，随着越来越多生灵开始修行，将灵气化作自身法力，天地灵气濒临枯竭，于是天道降下大劫，强制让生灵将灵气归还给天地。似人族这般，不用灵气修行也可生存，修行也可成为高手，护卫天地的种族，倒是很符合天道的利益需求。人与天均衡发展的办法，或许就在这里。小法师道友，燃灯副教主虽已离开，却不知是否会在暗处设下埋伏，可用我送你回天庭。啊！哦！你们这小子，当着我的面把水神老弟抢走，胆子也太大了，这可不地道啊！水神老弟，你可长点心吧！唉，怎么了？今日之天谴，让我想到了此前的天罚。我怕是得到了天道老爷的关爱。渡劫遭天罚，炼纸人遭天罚，如今又遇天谴，逼得我是皮开肉绽，但只能感恩感念。可见道友的实力大有增益，才引来天道的关注，当为你贺喜。道友一向思虑周全，却也太过耗费心神，偶尔也该放松些才好。仙子也知，我修行岁月不长，到今也并未达到那般高深。我怕，若有天自己推断之事发生，却又无力阻止，只能时刻去想去算。你最长的一次想，持续了多久？17年。是为了何事要想这般久？道门。若是道门之事，我亦是道门中人。如果道友不介意，日后我可与你一同想。多谢仙子送我这一程。那我这便回三仙岛修行了。
我们每500年见一面，可吗？仙子，那个，我们此次会面是事出有因，可否不算在500年的计数内？自然。公明前辈，这是作何？水神老李，你不知道，人家有个小法师又和你抢我大妹，再不抓紧时间找你们天庭的月老帮忙，你可就没戏了。大劫都快到了，现在是在意这个的时候吗？我该怎么跟你解释？那个小法师就是我呀！月老掌管姻缘，每日都与姻缘打交道。这洪荒天地之中，想必没有人比你更懂姻缘之事了。略懂，略懂。他懂啥？他就是被玉帝放在这里看管相思树的，一个几万岁的纯阳天仙，他能懂啥？月老，事情是这样的。你听我说，啊，我明白了。云霄仙子想和水神做知己，水神想和云霄仙子做道侣。没错。可云霄仙子这般的先天生灵，在相思树上并无牧人，小神牵不了她的红线，只能另寻他法。不如让水神给云霄仙子写封信，暗表心意呢。信？可是那种看起来很好懂，实际上看不懂的信。莫非公明前辈收到过这样的信？金光师妹给我写过。哦，看来是金光前辈想和公明前辈做道侣，公明前辈把他当知己了。金光圣母在封神大劫的故事中，死后上封神榜，成为天庭的殿母。在生商这个节骨眼上，未来的殿母突然苦练未来的财神爷，是姻缘到了，还是又一个天道剧本？这已是金光师妹最近送来的第3封信了。莫非道友对金光道友无意？我素来将金光师妹当作同门看待，别无他意。可是我每想开口拒绝，她都用那种热切的眼神注视着我。狠绝的话，我根本说不出口。公明前辈，你何不也写信给他？好主意，以后你别老叫我什么公明前辈，叫我公明老哥就成了啊！好，公明老哥。金光前辈，这封信确实是我提议让公明老哥写的，他对你之事颇为烦恼。是我不该纠缠他。不，金光师叔，依我看，公明师叔写此信未必就是拒绝的意思。火灵是指火灵圣母，多宝道人之徒，结交3代弟子的翘楚。封神大劫中为报徒弟之仇，与西周经对阵，是引动产劫对峙的关键人物。说来截教女仙怎么都爱自称圣母，这不是和圣母女娲撞名了？
叫圣娘多不实。师叔，您从第4行开始，将这书信每逢双行的首字连起来一读，便知其意。这封信拒绝的够明显了吧？还有什么可看的？今昧莫及，无心久矣。这也太妙了！他还会写藏头诗，是太牵强了吧？若真是藏头诗，为什么我从第1行就开始藏头？金光再傻也不会信的吧？原是我误解了公明师兄的心意。公明，公明啊！刚才多谢水神，金光师叔苦情久矣，我实不忍看他黯然神伤。听闻您才智过人，这才将他哄来您这儿，还请您出手相助，一因果，我愿承担。金光前辈竟有你这般挚友，也罢，我可以帮你。小地藏，你外出历练可算是回来了。那玄都小法师，关键时刻跳出来坏我好事，实在可恨。快让你那谛听施展神通，我必要将他找出来。早已试过了，连谛听也无可奈何。这么没用，不如早点炖了。今日到门内，似有情感纠葛，或有可成之机。小地藏，你有把握吗？哎，听说了没？火灵师姐已经搬去了公明师叔的龙福洞，二人已经……火灵？谁说的？是阐教的黄龙师叔。就是你传的我和火灵师侄在一起了。这简直是危言耸听！我说了，我没说，我就是没说。你们这叫怎么诬赖人呢？一会儿说你说了，一会儿说你没说，恶人露馅了吧？怎么了？这是马什么？大师兄，快来呀！邪教欺负龙了！哼，谁还不会摇人了？邪教弟子听令，速来中州集合！黄龙师弟4处造谣，败坏我徒儿火灵的名声，你阐教这究竟是何意？三教同源同流，你辱骂黄龙师弟，可曾念过道门一家？我遭了算计。为何？阐结两教这般情形，不是我们想见到的吗？我要的是徐徐图之，待两教间隙积累的足够多，最后终会崩塌。但今日两教的情状，已远远超出我的设想。幕后设局之人，不但看穿了我的计谋，更用以反制于我。这多宝和广成子演的倒是怪好的嘞。西方教今日事情闹得那么大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要如何收场。哎呦，玄都大法师终于登场了。玄都师长。早前闻你两教谣言之事，我便请天庭出面，引动天道之力，迎出一面正德碑，
可追溯一世之远。二师尊，12品功德金莲，是西坊教在替此人遮掩。截教众仙听令，阐教众仙听令，随我逼上灵山。好生凶险，此局真是环环相扣。小嫡藏虽及时返回求援二教主，躲过正德碑之计，但这逼上灵山的算计根本避无可避，怎么办？西方教能主事的，给贫道出来！来得好快，难不成今日便是我的死劫？主人，估计你这次没救了，记得给我找个好下家。二师尊，不知我在您心中，是否如一枚可以随时被舍弃的棋子？诸位道友，如此兴师动众，不知有何指教？西方教造谣生事，毁我徒清誉。玄都师兄已用正德碑推演，凶手正在你们灵山之中。道友莫急，西坊教定给你们个交代。你们之中谁做了此事？此事是我做的。弟子谢过二师尊。主人，你们教实在太不把生灵当生灵看，竟用摄魂之法操控自家弟子。慎言。听闻你四处碰瓷我教弟子，我一时气不过，就想到了这挑拨道门的计策。果然找了个弟子背锅。若我所料不错，你们上灵山后，西坊教定会随便找个弟子背锅。不如……是吗？你照着这法招所写念一遍，立下天道誓言，我便信你。天道誓言容不得半分谎言，倘若这弟子当真念了，便立时会露出破绽。用天道誓言令西坊教陷入两难，水山老弟，妙啊！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念！还是说你不敢念？此事不过是场私怨，道门三圣与西坊二圣皆师从道祖，何必闹得如此僵硬？西坊教真是厉害，我们讲道理，你们就说面皮；我们说面皮，你们又开始讲感情。合着无论怎么说，都是我道门恃强凌弱呗。既如此，我等便认了。今日过来就是捏你们这些软柿子，不服就打，服就憋着。哦，他就是太乙真人，真阴阳怪气大师，一开口就能气死人。也不知未来哪吒是怎么忍受这个师傅的。那是。
缘起缘落，自有缘法，既有前因，自生后果。即日起，灵山封山1000年，若无贫道之命，众弟子不可随意外出。这准提当众灭口，太不要脸了！公明老哥，我们的目的已达到，今后西方教不敢再随意算计道门，当适可而止。今日因果已了，我等就此告退。今日之事，当真痛快！此行不但顺利瓦解了西方教的阴谋，还拉近了阐劫两教之间的关系。但愿未来大劫中，两教别再斗个你死我活了。圣人在为此人遮掩，你在明，他在暗。是故你败，他胜。自今日起，你在此地禁足思过。若无我令，勿多出手。谨遵二师尊法旨。主人，你知道幕后主使是谁了？拥有如此过人的智计，能躲过你的心生探查，背后又有太清圣人替他遮掩。放眼整个洪荒，除了水神，还能有谁？主人，你在害怕？我没有。若此次当真是他所谋划，那我也不算败得太冤。算计不过就算计不过，你何必嘴硬？急了，心境乱了，全是破绽。水神，下一次交锋可没有那么简单了。我闭关数月，近日才听闻火灵失职与我大哥那谣言之事。幸好你暗中筹谋，揪出凶手，否则以大哥的性子，只恐此事不能善了。只是略施小计，仙子过誉了。阐劫关系虽略有缓和，但阐劫相争的未来究竟能否被改变？两教相争是必然之举，还是这结果只是天道想促成的？纷争平息，你怎么还如此心事重重？我在想，天道之下，生灵是否有选择的余地？是不是生在这天地间，就逃不开天道的掌控？倘若有一日，我又逆势而为，又当如何？大道无时，天眼四九，遁去其一。此一不为天道所掌控，便是变数。可谁能保证，在每件事中，自己都能成为突破天道界限的那个变数呢？你可还记得我结交的教义？为万灵截取一线生机。你性子中总喜欢稳妥，以至于对旁人都难以完全信任。但有时，这一线生机，并不会印在自己身上。师尊常教导我们，互帮互助，有难同度。能用重力，则无敌于天下；能用重智，则无畏于圣人。我懂了。
跟前辈高人谈心，对修行当真大有裨益。现在又知我是前辈了。我之所求，将来必与天道大事相依，必要做好万全准备。好你个黑豹，翻抢大爷的宝贝！大劫将近的节骨眼儿，太清圣人突然让我去关注一只黑皮豹，奇怪，这豹子看着修为也不高。拿命来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离火为引，赤焰化蛇。去！多谢前辈搭救。等等，莫非是姜子牙的同门师弟，元始天尊之徒，申公豹？前辈您对我恩同在造，您定会一生平安。这只大妖不过天仙境，竟然没死，而我竟没察觉到他的偷袭，就像神识被蒙蔽了一般。什么情况？前辈，您没事吧？前辈为什么？这申公豹在大劫中可谓是殚精竭虑，煞费苦心，反复横跳。太清圣人让我结识这位劫运之子，看来对大劫也有自己的打算。前辈，您别误会，我绝对没有存坏心，我就是非常真诚的祝您一生顺遂，一帆风顺，一往无前。前辈，你还好吧？申公豹这嘴是开了光了吧？不过，倒是可以利用利用。一点小伤，不碍事。我只是觉得你这只妖颇为有趣。妖庭大兴在即，正需要你这样的良才。您是妖庭的人？我留些丹药给你，你且在此地好生养伤，往后自会有你发光发热之处。前辈可否留一名号？贫道本自清修客，少问世事驾闲鹤，你就称我陆压便是。妖庭，陆压，莫非您是？太子，您的恩情，晚辈永世不忘。晚辈为太子立了一个长生牌位，从今以后每日上香。气息怎么突然走差了？愿您能万事顺遂，妖庭还要靠您振兴呢。大阵怎会无缘无故破碎？我既没亏气运，也没欠功德，这绝非巧合。究竟是谁要害我？我当然不指望申公豹真能奶死陆压，不过倒是刚好借此试探一波天道。
自玄鸟升商以来，我一直很好奇，天道的剧本，我究竟可以改动多少？彼时天道本欲将除简狄之外的所有有经过皇室成员全部杀死。经我斡旋之后，这些人得以保全。但同时，天道为遵循玄鸟升商剧本，又对孔宣进行了修正。天道剧本之下，究竟哪些事情是可以改动的，哪些事情又是不能改动的？为何有秦国皇室可以保全，孔宣却要被修正？在改动天道剧本与遵循天道剧本之间，必定存在偏差率。如果能推导出这个偏差率的精确数值，我就有了更多的可操作空间，尽可能的救下更多的人。而陆压，这个封神大劫期间的截教头号死敌，将是我计算偏差率的第一只小白鼠。还请告诉孩儿，孩儿到底又做错了什么？偏要如此亡我？多少年过去了，金蜈蚣已是如今的断壁残垣，兄弟姐妹们只剩下了我一个。出自汤谷兮，漫天游；归于于渊兮，欲甘渊。唉。圣母娘娘传水神前往圣母宫一叙。让黑豹对陆压行诅咒之事，可是你的算计？陆压多番谋害玉帝陛下，已成天庭心腹大患，小生不得已才暗中出手。我答应过他母亲羲和，要保他性命。今后若他无大过，你不可随意出手。另外，你若不想和你那个同乡一样，也成为天道禁忌，便不要再试探天道的底线。浪前辈，圣母，我那位同乡，你只需知道他已彻底死了。天道已修正了他的存在，无也不可多提。浪前辈死了，那我之前的猜测有误。太清圣人和道祖红军都不可能是浪前辈了。今日召你来，吾还有些事要叮嘱。三教中，元始师兄心思太深，通天师兄桀骜不羁，唯有太清师兄早早看破盛极而衰之。7年巫妖大战之时，6圣之中，唯有太清师兄暗中出手，助玄都对战东皇太一。后妖庭没落，天庭兴立，太清师兄更是以化身坐镇天庭。原来太清圣人曾出手助玄都大法师击败东皇太一。等等，大德后土是不是也说过？这是人教对我的许诺，如今七情脱离封印，一切正到了应验之时，
人教的许诺，莫非也与太清圣人有关？他竟暗中做了那么多，看来我此前猜测的没错。太清圣人也不愿意看到道门内战，他的计划与我在大劫中捞人的计划并不冲突。多谢圣母指点。来都来了，画几个漫画再走吧。显然陆压还不能提前死，但要计算天道偏差率，样本数据还不够多，尚需10日。眼下，先从试探公明老哥入手。多谢水神老弟带我来天庭逛一遭。公明老哥，近日听闻有大劫将至，你有何打算？你有应对之策？你看这天庭如何？灵气充沛，大道有宗，可谓是修行圣地。可惜一言一行都有天道监管，颇不爽利。天道至公无私，监管又有何妨？我不慕天庭之功德，不愿被天庭所辖管，更不愿有什么君臣之道。修道为何？先长生后逍遥，寻的是无拘无束，为的是念头无阻，不然何以求得超脱？果然，通过让公明前辈加入天庭躲避封神大劫的法子不好使啊！云霄仙子，公明老哥，我究竟怎样才能救下你们？太子旧伤未愈，似又添了新伤，此乃12品功德金莲所结，能助太子早日痊愈。想与我联手对抗天庭和道门，仅凭一颗莲子可不够。联手？我要的是妖族听命于我，令行禁止，不可违抗。妖帝印玺，此物怎会在你手中？2位妖皇陨落后，妖帝印玺随之隐没魂荒，贫道费了好些功夫才寻到。太子若能让妖族听命于我，无论最后成或不成，此物送归太子，如何？还未验明正身，就这般毫无提防靠近吗？若站在这儿的师兄都不是师兄，我再小心谨慎，怕也活不了。下山一趟，果然成长不少，心境也非往日。有些事要正式跟你谈一下。啊？正式？啊？玄都小法师，天庭水神。师兄，你竟有这么多身份，切记保密。另外，我在外行走，遇见了一位很特别的人。你可听说过云霄仙子？邪教云霄，先天生灵，天地大能。师兄，你和云霄仙子，你为什么？明明是我先。此事解释起来十分复杂，你可以理解为，云霄仙子与我因某些事有了交集，后来又经历了一些事，我们之间的关系比以往更近了一步。师兄，你一下说这么多，让我怎么信呢？
我目前对云霄仙子只是略有好感，毕竟像她这般温柔动人、遇事果决、出手很准的人，谁会不喜欢呢？先天生灵，圣人弟子，天地大能，美丽动人，温柔贤惠，明显不是对手啊！而你与师父是我最信任之人，你是否愿意站出来帮师兄处理一些事务？啊？我愿意。师兄，我会做好力所能及之事，成为你的助力。哼，我才没那么容易放弃。哦，灵娥，你何时回来的？有没有受伤？师父！青丘狐族又来找茬儿。小兰见过奇缘道长。这声音，这眼神，不太对劲。继掌门，我族功德狐女小兰与你渡仙门这位奇缘道长，哼，结成道侣。如何？你摆平什么了？若非你那什么寂寞的歪脸，不要怎会？对师父芳心暗许。弟子对症下药，是他想多了。且狐妖此举定然有诈，我已将其引到僻静之地，我可趁机一探。道长一刻也不想见我吗？自上次一别，奴家每次闭眼，脑中便是你。年复一年，奴家对你早已情根深重。他好像真被师兄忽悠疯了。你真逆徒，老道我。既然如此，师父不如以真心换真心。师兄，你真相信狐妖看上师父了？非也，此乃狐妖之套路，先忽悠仇敌爱上自己，再翻脸羞辱，以此来报复。蓝道友，可忤完了？师父，鼻子，鼻子。没眼看，没眼看。狐妖路子这么野，师父能稳住吗？或许能撑3个时辰。道长，我来帮你疗伤。使不得。道长若对我无意，为何不敢正面看我一眼？蓝道友自重，贫道思来想去，有些话还是想跟你说个清楚。师兄，你假扮师父的事要被抖出来了。师父待人诚恳，又岂会再做欺瞒？道长请说。美色当前，臭老头要原形毕露了。道友其实一直认错了人。什么？果然说出来会痛快许多。道长此话何意？与蓝道友相交的是一位高人，他不想被人所知，故用贫道样貌走动。当然，这也是贫道允许过的，只是不曾想。道长何苦骗我？外貌可相似，但道心、性情却难做到完全一样。虚假终归是虚假，蓝道友着了相。这么说，我一直恨错了人。恨？狐妖心态崩了，师父却毫不知情，怕是要吃亏。不然你以为呢？还以为蓝道友生了心魔，原来是在骗我。你不是应该一副受到欺骗、愤怒、怨恨、尴尬的表情吗？怎会如此？而且，我生了心魔，不是与你更有利吗？蓝道友困于执念，
贫道有不可推卸之责。若你再因此诱发心魔，贫道良心难安。替你样貌之人是谁？事关高人安危，贫道宁死也不会说。蓝道友心中不忿，不若在贫道身上出几口恶气。你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既然不是你，我打你做甚？君臣客腹黑，果然是万年不变的定律。出来吧。师父当真令徒儿钦佩，美色当前，竟能如此坦荡。长寿，你随为师走走吧。师兄保重。若最初便与蓝道友说明白，或许就能省去多年怨怼。长寿，如今你手中权柄越来越重，能在无意间决定旁人的生死命途，但是否也因此少了一份对旁人的敬重？为师已教不了你修行，道理也不如你懂得多。为师知你心底有一份正直所在，只是习惯了稳妥。但因果轮回，一饮一啄，若忽略这般因果，怕是会为你前路埋下隐患。师父，弟子……这算是蓝道友之事对你的惩戒。以后你也是天庭1号大人物，为师也不能随意教训你喽。敬重之心，因果轮回。尊师所言，有些在理，有些却忽略了你的处境。你发自微弱，又过早参与大教之争，若不遮掩形貌活动，早就生死道相。处置狐妖时，于你而言，本就是两难。仙子可是在为我鸣不平？我处置方式确实粗糙，此番训斥理所应当。只是师父一生情路坎坷，心中执念是与故人重聚，可我并非他，很难做到感同身受。正因如此，才不能把话闷在心里。今后若再有困苦，亦可同我言说。大姐如今可有动心？何谓动心？就是心底总有个念想，时时刻刻都会想起一个人，连大道之中也可见此人踪影。眼下，这般念想是不是劫运作祟，我难以决断，还需闭关思索。水神，奇缘道友出事了。孽缘线。水神大人，您定要相信小神。奇缘道友乃是您的至交好友，小神怎敢给他随意安排姻缘？
更何况还是这种命运纠缠、不死不休的孽缘线。是天道，这和大劫有没有关系？狐妖是占据妲己肉身的九尾狐吗？虚假终归是虚假，外有慧而心无恙，亦可修得无上果。你若不想和你那个同乡一样，也成为天道禁忌，便不要再试探天道的底线。162座海神教势力范围的城池遭到妖族袭击。长寿，逍遥仙宗发来求救信，说遭到数万妖兵围攻，其中有不少大罗之境的高手。即便贫道带人赶去，恐怕也是力有未逮。你看这可如何是好？也有一批妖兵，数量不下10万之众。太子若能让妖族听命于我，无论最后成或不成，此物送归太子，如何？殿下，先帝便是以此印玺号令百族，若你拿回此物，必能得到北周那批高手的支持。他们都曾追随先帝，实力不亚于当初的10大妖帅。妖帝印玺乃妖庭至宝，自当归于妖庭。可我如何确定事后一定会物归原主？贫道可立天道誓言。怎么，你们西坊教也开始学道门，用天道誓言自证了？方法而已，能达成目的即可。主人，你拿妖帝印玺去赌，小心血本无归。这一次我有17层算计，看水神如何赢我。诸位久等了。地藏，灵山因他而封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又被尊体圣人启用了。主人，他就是文静。金蝉折损前就怀疑过他。往后见我，不必行跪拜之礼，请起。因各位跟脚，我西坊教无法让你们走到台前，但诸位所立功劳，2位师尊都会看在眼中，该有的自不会缺。不知大人有何吩咐？谛听日前获悉，水神极有可能出自人教仙宗，但人教仙宗共有6家。文静，你觉得若对人教仙宗发难，逼水神现身，选哪家较为合适？那自然是要选道成最多的那个逍遥仙尊。但水神绝非一语之辈，他那灵暴秘法，委实有些吓人。此次围攻的是人教仙宗，
他若用灵爆秘法，岂非自毁城墙？大人所言极是。你我在此商讨时，贫道的算计便已开始。妖庭的妖兵作为先锋军，分往3处袭击，各位只需在此静候指示即可。这个地藏下手好快。水神，是你让我折服的，不是我不给你传消息。你可千万别怪我。主人，这个文静一直在心里嗡嗡嗡个不停，肯定一肚子坏水。快逃！水神，你再不现身，我们就将此地夷为平地！要逼我本体现身进攻熊寨，倒也说得过去，怎么偏偏他选中了渡仙门？不能因为渡仙门菜就那么欺负人吧？掌门莫急，啊，一会儿我会在暗中与您配合。嘿嘿，小家伙，俺又来凑你了。大前辈，太清圣人竟然主动把玄黄塔送来给我防身，看来事情大条了呀！必须启动最高级别防备体系。长寿，掌门，立刻召集宗门上下，赶往地脉挪移大阵。不战而逃？可地脉出的挪移大阵，在上一次渡仙门大战时已经暴露了出口，难保此次敌军不会埋伏在那儿。数年前，弟子便在旧的挪移大阵下方1600丈处，搭建了一处新的挪移大阵，十分有用。掌门速速带人前去，逍遥仙宗和这里的事情交给我。这次就全仰仗长寿你了。天子纸人军团开启熊寨紧急联络通道，神字纸人军团求援多宝道人。截教火灵，奉师尊多宝道人之命，驰援人教逍遥仙宗。这水神反应好快呀，又是化身又是求援的。不是还有渡仙门吗？快，别让他们跑了！掌门，为何独缺小琼峰一脉？他们决定留下来。那弟子也决定留下来，请掌门成全，弟子生死无怨。去吧。掌门，这无妨，他在此地，应该比跟着我们更安全一些。7元世数，99是有情师妹，有些事情
还不方便告知他们。师兄，大阵……放心，一切都已安排妥当，你与灵儿下棋看戏即可。师兄，这是来了多少妖族？哼哼，10万有余。师兄，9成8。不然呢？你可是在质疑为兄的遁法？这可不敢，师兄遁法无双，塔论无敌。来晚了，他们跑光了。老大，这里会不会有埋伏？咱们要不问下地藏那边？渡仙门不过是个小宗门，能有啥陷阱？你少给我提地藏！砰！10万妖兵来了，就别想再走。师兄真厉害！大哥，我是不是说漏嘴了？今日让有情师妹待在此处，我就没打算隐瞒身份。切记，我此前给你们的新生屏蔽仪万不可离身。师兄放心，保证万无一失。长寿师兄的本体究竟在何处？这个倒是说不精准，不过通常而言，师兄都会在一个最为安全的地方。各位莫怕，贫道只不过是天庭文官，并非武将。平日里只是擅长一些撒豆成兵之术，各类符阵以及各种毒丹而已。冲啊！四元符阵，镜子迷宫。塔前辈，晚辈向您借3缕威能一用。这样一来就能混淆视听，不会暴露我的根脚。这小子，你心眼子也太多了。说好的天庭文官不善武力呢？你这卑鄙无耻之徒！尔等不过是上古败犬，今日竟还敢在此嘤嘤狂吠！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妖。你，水神，你一意孤行，若人妖两族再多大战，此间因果你当一力背负。妖族并非人族之敌，大德大慈的圣母女娲便曾是妖族客卿。只有那些将生灵视为草芥的邪恶生灵，才是全洪荒生灵之敌。
怎么感觉水神说的好有道理？不要听他乱说，冲！哎妈，太弱了！这群家伙没吃饭呢，那感觉被他们打，完全就是爬宝界的耻辱啊！地藏派妖兵来送死，恐怕另有用意。3处的水神化身都有玄黄塔，主人，你的算计落空了。只是第1重罢了。文静，你对眼下局势怎么看？地藏大人高明，袭杀人教仙宗，逼出水神根教，只是您的第1步。您真正的目的是想令妖庭为道门仇视，四处树敌，最终不得不投向咱们西坊教。哦，你是如何看出的？我教与妖庭屡屡败于水神，究其根本，乃是我教与妖庭的合作嫌隙颇多，才被水神钻了空子。倘若我教能彻底掌控妖庭，水神自不足为惧。主人，这个文静和你之前说过的话一模一样。文静，有时太过聪慧，并非好事。去渡仙门支援妖兵吧。但愿这一次，你的聪慧不会让贫道失望。是。竟欲借机令妖族投向西方教，不愧是地藏。文静，稍后你配合我。师兄这么一笑，肯定有人要被安排了。今日竟有这么多的妖兵，那位道友果不欺我，当真有大量功德送上门来。那位道友，你什么意思？今日之事，不是只有地藏大人知道吗？难道水神和地藏是一伙的？你们一定是误会地藏大人了。哎呀，被你们发现了！为地藏道友考虑，我今日是绝不能放过你们了。主人，你麻烦大了。天庭水神长庚以神权宝器为令，命天兵天将包围此地，莫要放有异妖。杀出去，找地藏算账！这个地藏不仅与水神早有勾结，如今还想要杀妖灭口，这口恶气我们岂能放下？兄弟们，杀出去，找地藏算账！杀出去！咱俩出去！杀出去！找地藏算账！这么明显的挑拨计，妖兵居然还会上当。那些妖兵被你派去送死，本就对你不满。主人，从局外人的角度来看，这次确实很像你与水神配合阴了他们。快，通知文静，千万不要自作主张去接击那些逃走的妖兵。只要这些妖兵不死，我的第3重算计就能铺开，定能试探到水神的根脚。此局就还不算输。完了，主人，他已经出手了。
咱们擅自做主，杀了这些妖兵，会不会不妥？水神摆明了是想将脏水泼到地藏大人身上。若让这些妖兵活着离开，地藏大人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文静，你坏我大事，还不快退！是。血尸黑纹，受死！知道是在演戏，但你下手也太狠了吧！更狠的还在后面。纸人灵爆阵，核爆起！他何时布置在此地的？主人，不好了！刚有妖族大能在北周现踪，已扬言要找你算账。主人，杜雅已得知了今天的事情，芳华再也不与西坊教合作。哼！主人，说，水神刚刚在逍遥仙宗说了几句话。主人，你……他说了什么？算了，主人。我怕你被气到吐血。说，他说：“各位谬赞了，我此前绝对未得到西坊教地藏提前通风报信，只是与他大概算理相当，惺惺相惜。他要妖族好感，我需守护人教道成，为天庭扬威，仅此而已。我们。”绝对没有串通。现如今还在为地藏掩护，水神真是考虑的太周全了。杀人诛心，杀人诛心呐！二师尊，此次是弟子技不如人，妖庭那边，弟子会设法斡旋。世间诸事自有缘法，不可强求。文静，你可知错？属下何错之有？你与水神里应外合，截杀妖兵，将我与水神合谋的谣言坐实，是也不是？妖兵受水神蛊惑，属下担心他们将此事宣扬出去，这才出手灭口。属下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地藏大人您考虑。若今日之事让您在妖庭那边没法交代，您大可将属下交出去，属下不会有丝毫怨言。但您绝不可怀疑属下对您的忠心。你罢了。这水神倒也真够厉害的，要不是我受了那么重的伤，再加上他让我按他教的话说，这回恐怕很难摆脱西坊教的怀疑，可算是逃过一劫。
主人，文静真的没问题吗？我看不出一丝破绽。那就是没问题的意思喽。没有破绽，往往有2个可能：一是真的，2是装的，且装得天衣无缝。我希望答案是前者。若是后者，水神的智谋已到了极高的境界，我西方教之狂。唉。有情师妹，今日所发生之事，望你记在心中。日后，我自会为你安排一条明路。玄雅定不负师兄期望。殿下，西方教地藏已在外等候多时了。哼！为了这枚妖帝印玺，我妖庭折损了多少妖兵？你去告诉地藏，妖庭不会再与西方教合作。殿下，如此，不是正中那水神的挑拨之计。水神挑拨为真，地藏心存他意亦为真。否则，他为何会派妖兵充当先锋军？看在妖帝印玺的份上，我暂且不追究地藏之责。但那劫杀我妖兵的血赤黑纹，最好一辈子别出门，否则我妖庭定将他碎尸万段。此役实在冒险，能侥幸取胜，全凭你在其中助力。但陆压竟如此大范围的搜捕，此事是我顾虑不周。下一次，还是以保全你自身为主。那个，既然奴家这一次表现那么好，水神大人什么时候？而今你身处险境，等到机会合适，我自会安排你与大法师相见。奴家明白。此物唤作周边，也叫谷子，乃是我老家的一种信物。好可爱，大法师的谷子。奴家谢过水神大人。谷子，谷子。文静这边终于安置妥当了。渡仙门一役，小琼峰虽然没有受到波及，但仍需升级防护措施。又到了喜闻乐见的小琼峰基建环节。我宣布，小琼峰2期改造工程开工。
星形小雄风在外表上与以往没什么不同，其中却另有乾坤。不但兼顾了洞府、板砖、自移动超级阵法炮台，还能凭芥子乾坤之法，令风中人一同缩小放大。比长寿版星形小雄风，让跑路变得更加方便。除此之外，一系列法宝也需要升级，尤其是从冉登那里打劫来的乾坤尺。哇！大劫将至，大妹让我们在岛上安心修行。你俩玩够了，就赶紧回去吧。大劫都还没赢呢，怕什么呀？说什么灵山封山千年，这地藏又在外面溜达了。二妹三妹，几声书否？否。快来助我！有人好歹助我！大哥，你怎么了？你醒醒啊！西坊教地藏是你杀的大哥。贫道只是路过。大哥，你醒一醒啊！你们说是要公聊还是要私聊？我刚才可什么都看到了。今天不把话说清楚，就别想走。为什么洪荒会变成如今的模样？要说那地藏反应也是真的快，见我吐血也立马躺地上吐血。什么事情这样好笑？说来与我听听。和我们没关系，一切都是大哥的主意。就是。嘿，你们俩。大妹，你听我解释。公明老哥他们碰瓷地藏，虽说是恶习未改，但也算在无意中替我出了口恶气。你说的可是地藏派妖兵向人教仙宗出手，逼你本体现身一事？仙子知道。你的事情，我总是会多留一些。人教仙宗遭遇妖兵袭击，天庭定不能坐视不理。昔年道祖因天庭代其行监管洪荒之权，我欲以天庭之名发布讨妖檄文，如此便师出有名。大劫将至，你虽在天庭行事，但也要小心。我近日总是心神不宁，怕是已有什么劫难应在我兄妹身上。两位妹妹，我能尽足三仙道，可大哥终究是我兄长。倘若劫难避无可避，我定会与你，我定会倾力相助。无论你我结果如何，这一次，我绝不会袖手旁观。妖挺余孽路鸦，心怀谋天之意，操练妖兵，祭炼邪宝，残害巫族，兵伐道门。天庭承天道之意，维护天地安稳。今特发檄文，命天庭各部追捕路鸦，将其捉拿归天。天庭此举，无非是想逼我现身。再无法躲在暗处算计。水神心思狡诈，借机广招天兵，短短数日便有不少炼器士投奔。原本无人在意的天庭，如今已有大兴之势。老臣惭愧，不能为殿下排忧解难。此次妖族折损太多，若要东山再起，只怕
得找那位前辈了。伐妖檄文一发，陆压定有所动，让我趁机搞一波。敖乙，稍后你安排。陆压不识天数，妄图复兴妖庭，一旦发现陆压踪迹，即刻逮捕回天。陆压前辈有危险，盼前辈平安度过艰险，大吉大利。就我这张嘴呀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这种无缘无故遭灾的情形，为何又来了？莫非霉运是经周天运转，或是我妖族气运不足所致？得尽快请那位前辈出山。10卦9不准，一天算10卦。今天10卦用完了，客人改日再来。前辈既留在此地等我，何以低头不见？小老儿见过您。夫人，您印堂发黑，似有血光之灾。正是有这般灾祸，才来寻前辈指点一二。望前辈念在昔日旧情，帮一帮我。我跟您认识。我族被欺凌至此，前辈当真不愿助？殿下，稍等哈，等我炒完这个菜，还有2桌客人在等。来。前辈为何在酒肆之中做个厨子，而非？殿下认为贫道为先帝效命时，便以能掐会算为生灵所知，而今隐居此间，理应做个与之相称的卦师。其实，贫道的兴趣远不止占卜观测。是晚辈先入为主了，前辈看来相见，可是愿出山相助晚辈一程。我还道殿下是问活命之法，不曾想竟存着这般念头，如此便请回吧。前辈言下之意，晚辈有生死之危。大祸不远矣！天庭水神千方百计害我，阻我妖庭复兴大业，望前辈救我。贫道曾见证百族不甘被巫族捕食，汇聚不周山顶，立妖庭与巫族争锋。但百族压过巫族后，却开始了无尽的征伐和奴役。妖庭败落是应得的因果。那些喊着复兴妖庭的家伙，不过是想借机行奴役之事。殿下莫要因此纠结前世。无数妖兵惨死在水神的谋算之中，如今天庭又广发讨妖檄文，妖族面临的是灭顶之灾，晚辈如何能放下？还望前辈帮一帮我，帮一帮妖族。妖庭已无力改变败局，我的9个孩子已经在大战中死去，如今唯剩1子。但这孩子有3次生死大劫，望先生解救于他，西河感激不尽。老臣的命是娘娘救下的，但有所托，老臣必不辱命。罢了，终归是欠先后几分情谊。
天庭欺我妖族良善，偏帮巫族道门，妖族处处退避，百般忍让，换来的却是一道讨妖檄文。今日，陆压以妖庭太子名义发此檄文，即日起，妖族不再遵天庭之命。说的跟以前听过天庭号令一般。水神大人，这些妖族凶到就差直接咬人了，咱们何时起兵伐妖？妖族派系凌厉，难以一心。此时出兵，反倒会促使他们结盟。那时天兵会死伤几何？一旦伤亡过大，哪怕顺利镇压，天庭实力亦会暴露。倘若再败，天威荡然无存。是小神莽撞，思虑不周，望水神见谅。不过妖族不尊天庭，便是不尊天道。诸位身负神职，何不用天道之力削他几层皮？比如雷伐殿给身负业障的妖降雷罚，吓他一下。代管财部的诸神就搞点破财之事。小神代管风部，可令群妖汇聚之地，日日大风，不见天日。小神代管四季轮换，可让群妖居所，夜夜大雪，白昼酷热。小神代管黄昏晚霞，可写上妖族必败等话语，乱其军心。小神专管侧神殿，定要妖族如厕时4次爆桶，溃不成军。小神也只能做到这种地步了。算你一功。不过扰乱妖族的关键还得看月老殿，如何让各大妖王互挖墙角，加快妖族内乱。卞副统领，听闻你深谙此道，还望能对月老倾囊相授。是末将的一位朋友深谙挖墙脚之道，听他说，要先与那人结交，温言细语，若事情败露，也可厚着脸皮据理力争。水神老师算计之脏，令极发指，其对老师无比钦佩。若妖族愤而攻打天庭，又当如何？那他们顷刻间便会死无葬身之地，连骨灰都不会留下。教主哥哥定已做好了万全的准备。传令四海，整军待命，随时驰援天庭。是。都打起精神，我们是要给妖族送官，为水神大人助威。天庭便让妖族内部出现不少裂痕。前辈，我们到底何时发兵？等到水神以为将妖族和殿下逼至绝境，才是出手的机会。你怀疑陆压的背后有高人指点？天庭大兴已成定局，迟早会清剿凶妖。陆压此时发讨天檄文，号召各路妖王抗命，不过是在提前激化双方矛盾。但他却又按兵不动，只抗命而非反天，就是给自己留了一条退路。但以陆压的行事作风，断不会想到这种以进为退的法子，所以妖族内部
定然有一位能看到天地大势的高人，想保住路亚。大法师通晓洪荒大事，可知妖庭有什么大能尚存活于世？妖庭陨落后，妖族高手四散而逃，或藏匿北周深处，或去往洪荒之外，是生是死也未可知。若要说谁一定活着，我倒是想起一个。妖庭10大妖帅之一，白泽。2大妖皇最为器重的那位谋臣。白泽本命神通是趋吉避凶，我与他也算交过2次手，每次刚动杀念，就被他逃了。这家伙是10大妖帅中唯一能避开因果，从巫妖大战全身而退的。这个白泽势必会给天庭带来不小的麻烦，可否请大法师出手将其除掉？不过这家伙对付起来有点麻烦，我得多耗费一些时日才行。或可利用白泽的神通阴阳逆转，引他入瓮。破局之法便在锦囊之中，不到危急关头切莫打开。殿下，这是贫道最后一次帮您了。前辈要走？水神定已察觉到贫道，现在不走就真的走不了了。不过贫道还要再叮嘱殿下，切莫与水神为敌。玉帝忌惮您是忌惮妖庭太子，可水神自始至终要杀的是陆压。这有何分别？我与水神并无深仇大恨，他为何如此？水神此人，贫道始终捉摸不透。海神庙只有5、6座时，贫道就已无法看清他的根脚，可见他早有防范，且一日未曾懈怠。水神行事确实周全到令人发指。不止，水神善忍耐，且睚眦必报。当初您与金蝉合谋破开海眼，而后金蝉折于灵山，殿下伤于瑶生山，地藏造谣道门半日不到，水神便串通3教大师兄逼西方教认错。逼上灵山，何尝不是3教大师兄有意促成？前辈对水神是否夸大其词了？贫道如今能告诉殿下的，便是水神修行至今，绝不超过500年。这怎么可能？此人天赋之高，谋算之深，非我等可及。且面皮于他如无物，宝物宝财如烟云。最让人钦佩的，便是见利而不忘义。贫道虽未与他打过照面，但仿佛神交已久。不可设法除掉水神吗？动他，最先落到你头顶的，不是太清圣人的太极图，也不是通天教主的清平剑，而是道祖的紫霄神雷。殿下莫要多问，贫道不敢沾他半点因果。若依锦囊所说行事，尚有一条活路。妖庭早已不复存在，望殿下放下执念，及时回头啊！人情已还上，咱们今后便不多见吧。殿下保重。也不知道大法师能不能找到白泽。师兄，有一位自称泽白的道者留下一枚传信玉符，点名要给师兄。泽白，白泽，这位上古妖帅趋吉避凶的神通当真敏锐。大法师刚去追查他的下落，他就找到了渡心门。这个白泽，留不得。
神饶命！是白泽留下的传音，好狡猾。水神饶命！水神饶命！白泽这趋吉避凶的神通当真厉害。大法师刚去追查，求饶信就来了。师兄，这封信难道不是拿你的根脚来威胁吗？我倒觉得他真的是在求饶。他的威胁根本构不成。他点破我们根脚，我们就搬到兜率宫旁，与老君为邻。但我必会对他从忌惮转为恨。如此，反倒断了他的活路。既是求饶，为什么不直接来找你呢？他不敢。以如今局势，我必杀他。送信求饶只是表明他的态度，他必有后招。如我所料不错，大法师此行应当会带来第2枚玉符。长寿，真被你猜对了。不妨再猜猜，玉符上说了什么？他要看看我的本事，也要让我看看他的本事。应当是要与我立下赌约，胜就天平处置，败就放他一马。连打赌内容都被你料到了。不过，这赌局可与我们不利呀。白泽藏在洪荒最安全处，我们需在2刻钟内找到他，方为获胜。若按照拿到玉符的时间来算，还剩1刻钟。最安全之处吗？已快速检索完洪荒地图，于白泽而言，全洪荒约有126处安全地点。幸有大法师出手，如今已经排除了50处，余下70多处，正在派遣小纸人搜寻。师兄，时间不多了。怎么关键时候卡住了？长寿，再不锁定地点，过去可就来不及了。灵娥，大法师，你们来选。什么？我们？快选！大法师，听灵娥的，去这里。听我的。水神的思量在第10层，普通聪慧之人在第5层，而我本该与水神在高层角逐，但我主动退回第5层，以最不符合水神的思考方式，才能选定最安全之地。师兄，这个就是上古妖帅白泽吗？运气不错。你就是？还请大法师出手，扬了吧。白泽是洪荒少有的高雅之士，定宁死不屈，不如杀了，成全他与妖庭同生共死的名声。这般不妥，他身上没有业障，且有瑞兽名头。大法师，不如让他说句话吧，也许他肯将功补过呢。谁说要宁死不屈了？贫道去，贫道现身就是想去。既如此，道友何故插手妖庭之事？水神要抹杀一切与天庭不利之事，又岂会放过妖庭出身的贫道？我可没有这般雄心壮志。若非心怀大志，水神何必与截教交好？其实是一场意外。
那你为何创立海神教，蓄意与东海二太子敖乙结交？也是意外。妖圣山呢？你灭了陆家10万妖兵，更是意外。我当时其实是为了救巫族。你，你之志向究竟为何？你不觉得在洪荒这般凶险之地，能安稳活着便已十分不易了吗？还要什么志向？要想当年，妖皇帝俊与东皇太一共同执掌妖庭，难道你不想成就2天地之位？我枉费心机，设下此番赌约，本是心存辅佐明主之意，却不想你竟如此胸无大志。唉，道友，时代变了。他的元神已被禁锢，本体交于你安置。师兄，你究竟是怎么找到白泽的？后来又为什么听了我的呢？贫道也想知道。很简单，靠运气。啊！白泽筹备此局良久，我无论做何种选择，他都早已预想到。因此，我将最终决断交给了你与大法师。大法师当时并未思虑太多，而是抱着戏耍的心态，故我将大法师的选择放在可能性第2的选项。而灵娥这般聪慧但思虑难周全之人，给出的答案有3成可能是白泽的藏身之地。3成，这可不像你的性子。所以，此番能够找到白泽，全靠运气。嘿嘿。运气，水神之志非常人所能及，与我的较量更不可能只靠运气。他究竟是怎么找到我的？师兄，白泽前辈，请慢用。师兄，咱们把白泽安置在门内黑池峰，是不是离小琼峰太近了？大法师有意留白泽一条性命，我自不能杀了白泽，但也不能放了他。面对这样的危险分子，最好是将他安排在身边不近不远之处，再借机收服。前辈，请。虽味不美，色不全，香过浓，但全是师妹对师兄的拳拳之心。这白泽果然和传闻中一样，是个美食家。要我说，做什么妖帅，应该做个探店博主。我观前辈似以辅佐明主为乐。若是能2次辅佐明主，成就宏图伟业，再功成身退，在天地间留我白泽之名，当真。现在只能如此想想了。而今天庭初立，百废待兴，洪荒内虽有妖庭作乱，但尚在我天庭可控范围之内。前辈所谓的宏图伟业，不知又要徒增多少流血牺牲。唉，痊愈之路本就如此。那并非我所愿。
天庭政治清明，洪荒再无战事，才是我之宏图伟业。倘若前辈愿意相助于我，天地间同样能留前辈之名。这鱼要是再浇一点，就更香了。师兄，白泽真被你忽悠了，他都开始犹豫了。什么忽悠？那是收服白泽的第一步，画饼。谁说登顶2天地才是宏图伟业？希望天下太平，一样可以是宏图伟业。那第2步是什么呢？收服白泽第2步，名曰交心。他既然喜好美食，我们不如从美食入手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最简单的烹饪。这道白泽烤鱼可是当年的妖庭名菜。今日既提到妖族，你我不如论一论当年妖庭之事。前辈以为，当年妖庭可救还是不可救？可救，那我便是不可救。前辈请。妖族当年的弊病，在于形同散沙。要救妖庭，须得……非也。巫族只是喜爱捕猎，并未将妖族视为敌人。百族联合，形成了今日的妖族。本无同族之共情，贫道何来对妖族背信弃义一说？嘿嘿。您既做了花匠，享受栽培花朵、观其盛放的乐趣，便要忍受花朵枯败、零落成泥的落寞。痛快，太痛快了！水神真乃知音也。贫道真是越来越好奇了。以水神之智，当日能够找到我，真的是凭运气吗？前辈以为我还有何种破解之法？师兄，收服白泽的第3步是什么？没有第3步，或者说，第3步是一道考题，一道需由白泽亲自来完成的考题。前辈这是……好你个水神，说什么寻到贫道是因运气好，贫道一直到今日才想明白。贫道的本能是趋吉避凶，这与天道运转息息相关。而你当时想的是，若这次找不到，下次遇见就杀了我，天道就会认为这次被你找到能活则为吉，下次被找到必死则为凶，所以天道便将我引到了你们最后选的答案。此等谋算，你说是运气保全贫道最后一点面皮，贫道服了，当真服了。水神在上，请受白泽一拜。白泽日后甘为水神驱使，绝无二心。白先生，请起。
小琼风里长寿，有客来访。这是掌门令，持此令牌，长寿可随意带人进出山门。多谢掌门厚爱。今日突然造访，是我唐突。何来唐突一说？大劫将至，诸般事宜皆牵一发而动全身，我放心不下，特来与你相见。仙子可是在担心白泽归降于我，是为妖庭之算计？白泽乃上古妖庭元帅，更是与妖师鲲鹏斗过的人物，预感灾祸的神通也颇为厉害，他定不会无缘无故前来投奔。仙子所思，正是大法师与我所想。故大法师已出手将他元神牵制，而白泽在与我的交谈中，亦已将我引为知己。有玄都师兄出手，你心中也有成算，我便不必忧虑。不曾想，仙子已对我这么在意。早该知你口中无甚正经，我且回了。是我错了，还请仙子留步，容我向仙子赔罪。我亦是玩笑一句。我既来此，总该见过尊师，才不算失礼。师父，这位云仙子是弟子的至交，这次前来咱们门中拜访。哦，对对，云仙子，长寿提起你很多次啊。请。云霄仙子怎么突然打上门来了？还被师兄带去见了师傅。我这就快进到家门失手，城门失火，老家被偷了吗？虽然云霄仙子是典籍中记载的三教高人，天地间有数的大能，但我也不能就这般把师兄拱手相让啊！况且我做了师兄这么多年的贴心小坎肩，要论在师兄心底的位置，我也并不一定会输给云霄仙子吧？这位便是你师妹吗？灵儿，莫要失了礼数。弟子见过云霄前辈。你我相交，不必论道门辈分。我虚长你许多缘惠，你就如我三仙岛上琼霄、碧霄两位妹妹一般，称我一声姐姐便可。啊，还姐姐？这就要占我便宜了？动不动前来后到呀，大姐！嘿嘿。虽然知道云霄仙子应就是字面意思，但总觉得这个话题不能继续下去。可否让我与灵娥单独聊聊？啊？嗯。水神就这么放心让灵儿与云霄仙子单独相处，不怕出事？
小琼峰的指认系统和防御阵法都已完善，灵儿与仙子应当不至于出手失误吧？糟了，云霄仙子切断了我与小雪人的联络。云霄仙子支开师兄，单独帮我带来泛舟，还设下这隔绝探听的云雾法阵，是想干什么啊？以云霄仙子的实力，要是在这里了结了我，师兄也赶不及来救吧？他还断连了师兄的指认，我是不是真的要完了？灵儿是在害怕吗？我没有恶意，只是今日专程前来，想见一见你。仙子想见我？三仙岛上，我那2位妹妹常说，人族男子最是多情，少有可信任者。于是我去到俗世当中，想寻到一份关于男女之情、生灵姻缘的答案。却最终发现，我似乎错了。话题走向怎么跟我想的不太一样？他不是应该先宣示主权，再让我知难而退吗？怎么突然开始反思认错了？仙子做错了什么？我师尊通天教主为我推算出，我今后会有一场大劫。我不忍将你师兄牵入其中。上次与你师兄相会后，我已知晓，我这漫长岁月修道的清冷，都化作了想与他相伴的爱慕。我说的错了，是我该先破劫，再与他相识。所以仙子是怕自己不能顺利渡劫，或是渡劫后道心圆满，心中再无我师兄身影。若我注定不能与他修成姻缘道果，那我破戒之时，便是伤透他之日。我宁愿今日之后，闭关至大劫来临，尽量将他排于大劫之外。我命中之劫或凶险万分，我并无万全把握能安然度过。若我大劫无返，灵儿，可否拜托你照顾好他，莫要让他伤心难过。其实仙子，你担心的命中之劫，师兄是知道的。啊？师兄是否赠过你一枚铜钱？这枚落宝铜钱，还请仙子收下。这个？对，虽然师兄未对我说过，但我几次见师兄画谋画图，其上的一团云应是代表仙子，在云旁边画的就是这样2枚长了小翅膀的铜钱。这铜钱一定跟你的劫难有关。看得出仙子很喜欢师兄，所以仙子，你不妨和师兄谈谈你心中所想。灵儿，谢谢你对我说这些。原来仙子这么为师兄着想，宁愿压抑感情，远离师兄，也要保证师兄的安全。
仙子既然处处为师兄考虑，那我也不能仗着仙子命有大劫就趁人之危吧。我是因为不想见云霄仙子伤心，所以小小的投敌了一下，才不是被云霄仙子的温柔真诚打动，心里产生动摇的。云霄仙子要喝酒吗？我师兄亲手酿的。来尝尝这个，我师兄手艺超强的。确实是少有的美味，我此前极少进食，今后怕是要多谢口福了。要不我再给你煮碗面？不必了。灵娥竟能与云霄仙子如此和谐，真是厉害。这个，所以下午在灵湖上，他们俩到底聊了什么？我们去湖边看看，那边还有一个秋千。那枚铜钱，我会好生保管。那场命中注定的劫难，我亦会竭力度过。我还道你在担心什么，突然来山门中看看，不曾想，你竟是有些患得患失了。你是否在担心，待你道心圆满，就无了我容身之地？你怎知？其实这般问题，我也担心过，但后来就释然了。为何释然？我这人做事一向求稳，此前思考这些时，比你所想的还要复杂许多，不然无法说服自己承认心意。今日一并说与你听吧。若你度过劫难，大道圆满，心中再无我；若你我不能修得圆满姻缘道，那我便将你的道心再融了，钻进去就是。甚至我还想过，你若是今后受伤失忆，那我就将你我的故事写成画本，让你从头看过，陪你重演一番。还有种种情形，我都详细考虑过，才下了与你顺其自然发展的决心。其实这都不算太过麻烦，让我困扰最多的，便是我修为不足，护你不得。可后来我又想明白了，若我竭尽所能都护不住你，那我也不配与你结成姻缘道果。若我大劫过了，道心无你，我便毁了道心，增添与你相关的执念。你我可否以劫难为约？待我无劫无灾，可愿与我同游三界，寻遍星辰？愿。今日一约，心无迟疑，望你自保为上，量力而行。放心，我稳得很。天庭一再挑衅，妖兵已群情激愤。殿下，我们是时候出兵了。白泽前辈还是没有下落吗？各路小妖遍寻无果，不知白泽元帅是遁出了洪荒，还是遭了不测。想来是前辈不愿沾染此间事端，自寻了去处躲避凶祸，不必再找。天庭假公济私，借天道之力打压妖族，的确已不能再忍。妖族能否重新在洪荒立足？妖庭能否重铸昔日荣光？成败在此一举。谛听突然截获了一个有趣的消息。
那我少不得要去妖族走上一趟了。殿下，白泽元帅忽然有了消息。前辈在哪儿？元帅他……快说！白泽元帅已献降人教。白泽前辈苦思破局之策，锦囊妙计助我忠心妖族，你敢无他生灵？破局之法便在锦囊之中，不到危急关头，切莫打开。若依锦囊所说行事，尚有一条活路。元帅是何指示？水神故意放出我献降的消息，不知心中是何成算？趋吉避凶是先生的本能，我希望陆压在获悉先生的选择后，能为妖族计，知难而退。我无意与陆压一战，天庭也始终希望保全苍生。骗我的！元帅就要殿下投降？妖庭早已不复存在，望殿下放下执念，及时回头啊！号召各路妖王反天去按兵不动，根本不是在等待时机。他没想助我举兵伐天，他要我投降。或许，元帅认为此时投降才是妖族最好的选择。可我怎能不战而降？未尝一战，他又怎知我必败无疑？白泽元帅有趋吉避凶之神通，他为殿下出此下策，想必也都是为妖族。太子殿下，我来是想问问。白泽以妖帅之身归顺人教，太子是否要率妖族献降天庭，做贵元帅的投名状元？算计我，利用我，我岂能让你们得逞？当年我父皇率领百族齐聚不周山，成立妖族，共同凝聚出此门印玺，聚集百族之气运，绞杀巫族，建立妖庭。今日我便要以此重振妖族之辉煌。何丧，与子偕亡！陆压举兵伐天了，白泽献降一事，竟没能让陆压知难而退。不过，还好我有98套方案，我就不信你不降。唉，陆压这孩子。到底是不肯听话，可他毕竟是玉日女神景圣的子嗣，妖族更是奉我为帅多年，我实在……先生不必多说，我也不忍让先生为难。先生留在这里，不必插手此事。乌牛元帅、乌马元帅，听我说。
太子果然从不让人失望。都准备好了，此次陆压举兵与天庭一战，不好叫他一败涂地。我们不便出面公开与天庭为敌，已经吩咐文静另寻帮手了。天庭受道祖之命，守卫天地，维护三界。而今你妖族为一己私欲，挑起战火在先，不遵天道判罚在后。吾奉劝尔等及时收兵，否则定将尔等尽数覆灭于此。天道如何，我只认我自己的道。两位元帅，执行第一套劝降方案。听闻妖族欲行伐天之事，自寻取死之道。我等特来替圣母娘娘最后问陆压太子一句：你可愿退兵？陆压谢娘娘多年庇护之恩。太子保重。唉，哎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搞错了，搞错了！陆压何在？速速过来受死！嘿嘿，今日我们六道府针对陆压您这种贵客，特地推出了殡葬大酬宾。贵帅白泽都已归降，尔等还要执迷不悟？这绝无可能！白泽元帅怎会抛下我们？曾庇护你们的圣母娘娘，将你们彻底放弃。我天庭誓与你们血战到底，龙族、巫族更与你们不共戴天。你妖族已是孤立无援，就连你们的太子殿下都只能任我们羞辱。强者不杀，犯弃案投明者，等论功行赏。他说的好像有点道理。妖族的敌人好像真的有点多。要不
投降吧！金光速现，正无神通，一天之光，万神朝礼。神受死！骑士，他前辈，本塔又来揍你了！不行，这太阳星的温度太高，萧芷人根本无法靠近。加固大阵！妖情还在时，只问妖族太子化作10日，炙烤大地，不但害死我巫族夸父，还令整个洪荒生灵涂炭。幸有我巫族大义前辈出手，大造射日弓，将9名妖族太子射落。昔日陆家竟有射日弓，共有几支箭？现在何处？您是说，当时一共打造了10支，还剩1支，就在我6道符安置着。拿来。双日同天也好，10日同天也罢。水神，你可瞄准点啊！只剩1支了。奉天之命。毒鸦，你既不肯降，世间便再无妖庭太子。水神好准头，终是修为欠了火候，不似昔年大义前辈那般，一剑便能将其击毙。2位元帅，战场便交给你们了。请宝贝转身！呀哈！本塔已经开始兴奋起来了啊！这回拉不动了吧？
两位元帅，战场便交给你们了。教主哥哥修为精进的如此之快，是不是太吓人了点？雷遁，乾坤池点杀！这是经紫金八卦炉升级的太清版乾坤池，我在打造时还融合了太清水德天之精髓，看起来效果还算不错。是修罗族先祖的阿鼻剑，水神小心！血海气息，能将阿鼻剑施展到如此境界，持剑人定是修罗族老祖血脉，罗刹女。又是修罗族。文姨救到陆压了。哼，说了多少遍，不要叫我文姨。叫我女王大人。好的，文姨。西方二圣推算出，陆压是至关重要的大劫相关之人，特意吩咐要救下陆压。水神大人莫追，否则该惊动圣人。西方二圣推算出陆压与大劫相关，他们知道了多少？又打算借陆压行什么算计？陆压太子，今日我命文静率罗刹女出手，将你从水神的乾坤尺下救出。你应当明白我西坊教的诚意，不妨考虑一下。诚意？文静此前杀我大量妖族，逼我下了诛杀令。你白莲道人今日若主动将文静大杀在我面前，我就信贵教的诚意。陆压太子可真是会恩将仇报呢。白莲长老，陆压对我教积怨甚深，我们要怎么办？曾经的妖族太子，亦如丧家之犬。水神有无受伤？陆压已战败逃跑，妖族若有不想死的，速束手就擒，否则休怪天庭无情。饶命啊！
战事一起，生灵涂炭。多谢几位仙子大义为先，能赶来相劝妖族。我们姐妹几个其实都是上古妖族出身，今日前来多少带着私心，只可惜终究没能劝住陆亚。罢了，此间事毕，我们也该回圣母宫了。水神可有什么要我们带给娘娘的吗？这是上母女娲在线催更漫画。近来忙着应对北周之事，待公务处置妥当，小神定会去圣母宫中拜见。圣母待水神当真亲厚。天道降下功德，再加上这一笔，我的功德金身就要凝成了。这也行。我近日感应凶吉，发现洪荒各处阴云笼罩，当真是大劫将近了。封神大劫，不是玉帝被三教弟子侮辱，从而去紫霄宫中告状，道祖才降下的吗？为何白泽现在就有感应？难道大劫要提前了？长寿，为师要去天庭述职。这个时候，师傅，你何必亲自去述职？我帮你打个招呼就是了。那怎么行？天庭之事，你就按章程办。为师现如今，连出个山门都不可了吗？如今天庭正是事多之时，师傅您不如等过些时日。你是天庭正神，为师也要拿出点天庭正神之师的精气神来。长寿啊，弟子在。为师如今已突破了真仙境，你与灵娥也已经长大了。为师总算有时间可以出去逍遥快活，多去见识见识洪荒的风光。述职结束后，打算去南州看看。我带了你的3个指道人一同去，半日就可回返。师兄，先前下山历练时，我特意去寻了地仙之祖镇远大仙的道场武装观，只可惜那时我尚未成仙，没有资格入关拜访。武装观，《西游记》里孙大圣偷去人参果的那个武装观。你是想为师傅求人参果？嗯。听闻炼气士若服下此果，便能多活47000年。师兄，我也想帮帮师傅，帮帮咱们小琼峰。也罢，你去就是。只是非常时期，你得再带上2名金仙境之人防身。白先生，可否再推算一下，有无大劫征兆？什么都感知不到，此前从未遇到过这般情形。
白泽竟也无法感应。大法师，弟子欲询问大劫之事。大法师，大法师，怎么联系不上？啊！玄都城远在5步洲之外，洪荒若有变故，大法师恐来不及回援。唉，怎么大法师偏偏在这个时候去了玄都城？看来只能靠我自己加强防备了。师父已入南天门，师妹也顺利进了武装观，一切无虞。再以纸人化身去看看洪荒各处。上部落也在按既定轨迹逐渐崛起，大劫究竟会印在何处？大劫将近，我已叮嘱大哥和2位妹妹，莫要轻易外出走动。劫运之下有诸多变数，仙子可凭这具纸人随时与我商议。我瞧你面带愁容，可是有什么变故发生？正因没有变故，我才更加焦虑。白莲长老，刚收到消息，玄都城生变，大法师已前去镇守。好机会，大法师一走，水神就好对付多了。水神说到底不过是个3阶正神。真正辅佐龙脊主持天庭事务的，是那位2阶正神。只要制住东木宫，便用以威胁天庭。我西坊教占尽优势，还怕他区区一个水神不成？不好了，白莲长老，方才陆压从山洞后方离开，不必追了。这一次，我要借陆压之手。挫一挫天庭的锐气。木工事务繁忙，小神自己回返就可。啊，咱们与水神都是至交好友，气运道友不必客气。出事了！天机突然乱了。天机一乱，大劫将至。月盈则食，是为天数。此番大劫注定会应在道门身上，尔等自当顺天而行，谨遵师尊教诲。
道门盛极而衰的劫难，多数会落在我截教头上。但凡大劫，必先兴起杀意。师父出事了！啊，怎么会这样？纸人2号，带师傅和木工撤退。水遁，用不了遁法，这红光竟能封锁乾坤。没想到水神竟还有化身在此处，当真是意外之喜。升级版神行千里符。出！不施展遁法的话，光凭神行千里符跑不了多远。有大妖！消失了。水神今日有些急躁了，竟以本体前往北周。天机紊乱，陆阳又有妖帝印玺在手，水神有麻烦了。如我所料不错，他的化身已在太清圣人画像前不停跪拜。只是，水神虽得太清圣人看重，只差太清观一拜，便能成为圣人亲传。但水神还有个从小养他到大的师傅，若今日之难是奇缘命中注定，那太清圣人绝不会出手干预。陆牙是冲着木工来的，很可能是想挟持木工，逼天庭低头。可师傅只是个浊血，怎么办？从龙宫调兵肯定来不及。大法师，太清圣人也没有回应。仙子，劫运就在头顶，我当真要让仙子提前沾染大劫因果吗？冷静，冷静。陆牙要用木工做筹码，定不会直接打杀木工。纸人2号虽无法调动，但还有气息在，只要循着气息，一定能找到师傅。五妖，今日多亏有你相助。殿下过奖。不过我们既已生擒了董木工，为何不回我妖庭据点？若此时返回，恐将暴露。不如潜入北周。妖帝印玺。北周大妖虽与我妖庭离散多年，但有此物在，必将听命。在北周，诸法如幻，乾坤开道。师傅，又一个水神化身。
北周妖族听令，我以妖帝一喜命令而等，系一切代价拦截此人。妖帝印玺一开，这群大妖就跟不要命似的往前冲。塔前辈助我！来了！糟了，水师小心，那是天道竟然也介入了此事。不对劲！我不是要救师父吗？为什么会被这群大妖拖住脚步？这是什么时候的记忆？为什么我从没见过？大道50，天眼49，遁去其一。他已彻底死了，天道已修正了他的存在。今日成道于此，祈请苍天落下惊仙之劫。因果循环，自有其道。风。难道天道早已对我出手？天道，是天道对我下手了。我的思维和情绪受到了天道影响。果然，既如此。心神归一，无物为我，道自恒生，寂静空明，地牌，空明道心。
小挪移。变故的是水神，来的却是渡仙门弟子，还有这尺子，渡仙门弟子、水神、玄都小法师，原来都是同一人。听到如今能告诉殿下的，便是水神修行至今，绝不超过500年。我堂堂妖庭太子，竟被你一个人族小弟子逼到如此境地。妖庭覆没后，我早已失去了一切。今日即便是死，我也要与你同归于尽。妖帝因系听令，吾以金吾本源为引，命儿日要9天。裂天地，破尘魂。路亚，住手！徒儿啊，
你入门9年了，为师决定给你赐个道号，该叫逍遥怎么样？或者云中鹤，云中之白鹤。你不是想驾鹤而飞吗？长寿啊，今日师傅带你入渡仙门，望你好好修行，争取早日踏仙途求长生。得那份逍遥道果。你杀了他！杀了又如何？那卓仙与水神究竟是何关系？陆阳，对你，或许以前不死不休，是因立场，是因利益，是因防患于未然。但今日，就是你的劫！师父，你都不知道弟子修了什么道？万物均衡。威压。妄动因果，坏我西方大兴之机缘。
魂。太清师兄，得罪。太清师兄，不必求情。路鸦之命数，关乎天地大劫，不可妄动。老师，你不是一心求稳吗？便该明白，强逆天命只会把你和所有相关之人都卷入未来的阴谋中。那我便以路鸦周身劫运入体，带他入劫。换天道，不得干预路鸦生死。空明道心，碎！不能就这么放弃，师父肯定还有救，办法，要找办法。太阳真言虽然凶狠，但只烧了一瞬，残魂，师父或许有残魂留下。不行，肯定还需要什么功德。哪吒剔骨割肉后是用功德重塑的仙躯，只有能化回师父，这一身功德全拿走。不要！师父！师父！要帮忙吗？专修人族精魄，还可给他赋予得天独厚的资质。500。你师父今日已死，再生之灵与你毫无干系，可否？可。送去6道转生盘，温养即可。好不容易出来一趟，还要干勾魂元帅的活，我太惨了。人死
此伟大，且还顺便都是要让我变少一点，我太难了。多谢前辈。赵东明前辈把人送来就走了，木姑没事吧？去请水神了吗？去水神府求见多次都没见到，听闻木公是遭妖族偷袭，水神会不会也？父王母后历劫未归，木公重伤昏迷，水神老师不知所踪，天庭绝不能乱。是怎么了呀？是啊。传令下去，重兵把守五方天门，若有妖邪来犯，一律斩杀。是。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，也不知敖乙将军能否找到水神老师。神像没有回应，教主哥哥定是遇到了麻烦。或许灵娥道友知道些什么。师兄不在山中，白先生接我回山时，只说师兄托他送来此物，护持小琼峰安危。太清道运，这是有颠倒五行之能的先天五方旗之一——离地验光旗。有太清圣人的至宝为证，我想师兄应当是安全的。如此就好。只是教主哥哥不在，天庭流言四起，恐将有异动。殿下，妖族袭杀天庭重臣，若不发兵伐妖，何以正天威啊？木公重伤之事还未查清，贸然出兵，怕是会适得其反。北周一战，妖族损失惨重，水神失踪或与此有关。殿下，起兵伐妖，既是正天威，更是向妖族施压，问出水神下落。天庭没有高手坐镇，大战一起，后果难料。可若真如福元大仙所言，水神无事，诸位不必担心。便庄，白泽乃妖庭余党，你怎能放他进来？他是水神大人的坐骑，且有水神神权宝器在手，属下不敢阻拦。水神老师如今在何处？水神偶入远古遗迹，被困在其中，参悟神通。不托我送来6转金丹，助木公疗伤。另有一言相赠，望殿下勿要轻易对妖族用兵，天庭固守即可。龙姬明白。泄露木公行踪者尚未查出，得先稳住天庭，完成太清圣人交代的任务。哪有什么神通？这不过是怕天庭糟乱的说辞。我昏迷前，分明看到水神为救我，跟数十头大妖厮杀，最后从天穹坠落。殿下，水神定是重伤垂死，躲起来疗伤了。老师他，妖族竟敢如此欺我天庭，我……殿下，水神希望天庭安稳，我们不能辜负他的嘱托。一切因果自大劫之时便该定下。师父，还能转生吗？
能转生就好。至于人杰不人杰的，就……飞熊之子，那不是姜子牙吗？奇缘，七国之源。去其归矣，终得圆满。如今也是时候返回天庭了。怎么只有木工？长庚爱卿何在？陛下，老臣冒死调用天道之力唤醒陛下，是那妖族欺人太甚，欲袭杀老臣。水神为救老臣，被上古大妖围攻，重伤垂死。12年杳无音讯，老臣这才12年，为何12年才喊醒吾？去，点齐各部天兵。长庚若有3长2短，不是杀尽上古之妖。云霄仙子耗损太多法力，已去静息休养，水神放心。若此时选择退避，有我相助，可确保水神从大劫中脱身。那般不稳。一切按计划进行。快，陛下马上就要出兵了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奉玉帝陛下旨意，天庭各部听令，速速整军前往各大天门。太上老君云游前有留言。老君说，水神当年受伤颇重，道行几近溃散，如今正在3仙岛养伤，有云霄仙子及众宝护持，此时已无性命之危，望陛下放心。长庚安好，老君可还有其他话？若陛下执意要对妖族用兵，还请顾念天庭如今局面来之不易。天庭重臣遭此欺凌，我岂能视而不见？望陛下三思。罢了，吾会遵老君之言，这就召集众神，先商议，再出兵。咱这算不算搞事啊？放心，老君走前说了，以后水神的话就是他的，咱们只管听令就是。北周妖族谋害天庭重臣，绝不容恕。今日吾要攻打北周，各位爱卿可有良策？陛下，如今天庭刚刚起步，虽不缺兵将，但却无太多高手。而北周有不少上古大妖，此番征讨，天庭若无高手驰援，恐难大胜。福原爱卿的计策，就是把众所周知之事再说一遍。陛下，臣之策是以天庭之名义，召请道门众高手助阵，臣愿亲去阐教求援。水神托我将此传信玉符转交木工，玉符中所提之事，今日便会发生，而且势必会影响整个洪荒，望木工谨慎行事。果真如水神心中推测那般，连献策之人是谁，所说内容都一般无二。但当务之急是，老臣也愿代陛下外请截教高人相助天庭。好。传吾旨意，大军即刻开拔，
围住北周边境，待两位爱卿请来道门高手援护，一战歼灭北周妖族，以正天威。遵陛下旨意。起兵！道友留步，我二人乃截教弟子，听闻天庭派人来金鳌岛求援，特来相见。道友可是来支援天庭？此前劫运突降，师尊推算出天地间将有一场大劫，如今截教上下皆遵大师兄多宝之令，不得外出。天庭一事，恕我截教无能为力，道友请回吧。一切如水神所料。入金鳌岛前，木公定会被自称截教仙者拦下，而赶去玉虚宫求援之仙神，定会神态倨傲，故意对圣人弟子下令。我乃天庭正神，奉玉帝之令传召尔等前往北周除妖，还不速速跟来？这话说的，还以为求人的是我们。活久了，当真是什么稀奇东西都能看到。道友既然这般有底气，何必来我阐教求援？回吧。水神既然早就料到天庭此番求援必会受阻，为何不？大劫早已注定，任谁也阻碍不了。我虽心念道门与天庭，却也要做好取舍，如此才能在大劫降临前寻得变数。长老，东木公已到灵山脚下，听闻阐劫两教都未派人相助天庭，您看？他怎么就走了？长老，咱们要去追吗？老臣愧对陛下。